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Ricky。那今天第二集呢，我们要来跟大家解说一下如何安装 FTP 软体以及编辑器。那这是你们看到我的，这是我安装的编辑器，它叫 Notepad。那你不一定要安装跟我一样，但这是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编辑软体。好，那我们要先去下载。首先，如果要安装跟我一样的 Notepad 的话，就直接来打 Notepad。好，选择第一个 Download Notepad。好，那你可以选择就是最新版本，最新版本第一个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选择直接选择 Download。那因为我已经下载过了，就是长这样子。好，那再来就是，如果你是 OS 苹果的话，那你可以去推荐你们下载就是 Sublime。好，选择这个。好，这边就会有就是选择 OS 那个版本这样子。哦，这是蛮推荐。那因为我本身不是 Windows 那个苹果，然后呢，就是我去下载别的这样子。那还有别人就是去下载 Visual Studio Code 的，那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编辑器这样子。那当然是看每一个人的使用方式不同。那是这个。那因为这个我之前也有下载过，就是我学 Python 的时候，这个也是一个蛮推荐的一款编辑器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去下载的是 FTP 软体FTP 软体。好，那我们会选择的是Fieldada。好的，点选第一个。好，那点选第一个进来之后呢，我们要不要选择就是 server，我们选择客户端这个。好，那就点选 download，点选 download 进来。那因为我已经下载过了，好，那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它下载进来之后会变长这样子。那进来之后呢，会需要的是，接下来我们要连接，就是让我们本机连接伺服器，所以我们一开始会先开启一个站台，所以先点选这个。好，待会我会跟大家解说一下我们要选哪一个。好，我们先进来之后会出现，就是我们之前所选的站台。那麻烦您点这边，我们先点选新增站台。好，点选一个 ISK，点选你可以自己选，自己命名自己想要的站台，但是不要重复，因为它会去侦测。就是这样子。然后选择 FTP 的这个里面呢，点选呢不要选择 FTP，选择第二个这个 FTP 哦。然后主机的话会给你们就是自己的伺服器，那你只要打你自己的伺服器。好，像我的话就是 ISKY 点打自己的名称打自己伺服器的名称，连接副打22，这边不用改它。那使用者名称使用者名称的话，我们也会一开始就会给你们。好，打完之后就选择连线。好，这样就取得连线了。好，那就是我们建立一个，我们跟我们的主机跟伺服器建立连线这样子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是要选择如何的在建立我们的资料表，然后呢跟伺服器做的取得路径的建立这样子。好，那点选这边之后，我们选择我们的伺服器的名称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伺服器。
已经上传上去的东西，那我们可以自己，这是我们的主机，各位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路径是 user， 然后那个桌面。好，那我们要先建立一个资料夹，然后呢，这样子就是跟我们的编辑器把我们编辑器档案放到资料夹里面，并且把我们的档案透过资料夹，然后再上传到我们的伺服器上面。好，那首先请你先建立一个。那如果说要在建立这个之前，你不管其实你放到哪边的资料夹，不管你是放桌面，或者是你放在哪一个的区块，或者是你放在资料夹里面的资料夹也都可以。伺服器你只要上传之后，伺服器都会读取到你的路径，这样即使你不放桌面，好了，那各位我在此先示范一次给大家看。首先我先在桌面上建立一个资料夹。好，命名完之后，好，这边我就要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资料夹在我们建立好之后，我们要如何上传到我们的伺服器云端。好，这是选择好，确定好我们的桌面的路径之后，选择重新整理。好，我们去找我们刚刚的资料，出现在这里。好，这个时候，FTP 的使用方式就是将我们的资料夹，就是点一下左键，然后并且可以按右键按上传。好，按下左键按上传之后，它就会开始传输了。好，我们已经成功传输上来了。好，假设如果说您要上传我们的资料的话，就是像我们每一次我们编辑的这些资料的话呢，那我们可以点选我们的资料夹。各位，请你要注意哦，如果这时候你直接按上传的话，它是会直接上传到这个地方来，它不会。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，当我们选择该资料夹的时候，我们这边也一定要选择相同的资料夹。譬如说我这边是选择 data， 你这边也要找到 data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地方上传，按右键上传，或者是你点选2下上传也可以，有2种方式。好，这边也会上传上来了，这边也上传上来了。但是如果您这时候，这时候如果上传到别的网站的话，别的资料夹的话，假设我从这边上传到，假设我变成像这样子的网站的时候，那这样子我该网站就是我该这个网站的资料夹，它就无法正常显示，因为它读取的位置从这边跟这边是不一样的。各位可以看得到，我这边的路径是到这边，那我这边路径是这样子，所以到时会无法正常的运作。跟各位在这边提醒一下，那各位也不用担心，即使你上错了，也可以把它做删除的动作。好，当我们先点选我们刚刚上错的网站时，我们按下右键，好，这时候就可以做删除了。他会问您是否要删除吗？请你点选是。好的，好的 ，FTP 大部分来讲都是有站台，通常就是要连线，要开启连线，那只有开启连线之后才可以正常的上传，这样子，好，才会正常的上传或者是下载，或者是删除。跟大家讲一下，下载一样也是同样的方式，只不过它是从伺服器上面下载东西下来。譬如说，我从这边点选一个资料夹，然后呢，点选一个资料，按右键之后选择下载。好，这个时候它就会载到我所指定的
我的资料夹里面了。但是前提是你要先选好你的资料夹哦。好，我先把它删掉。好的，这是我们 FTP 的一些基本的操作。那如果说您这边有新增或者是删除的话，你可以用重新整理资料夹档案，按这一颗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简单的 FTP 的操作。接下来我们来是我们的 Notepad 编辑器的部分。那我们编辑器的部分有分为简单几个，就是新增、开启旧档。首先，我先大家演示一下新增怎么做。新增就是很简单，就是按它下去，它就会出现一个新增的这个档案。那因为它是 new 的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这边打字。但是好，但是各位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运作的，没有办法去运作的。我们可以试着去先暂时复制一下别人的程式。好，各位看得到，哎，奇怪，我怎么这边的颜色跟我这边的颜色怎么会不一样？好，是因为我们这边的里面的名字并没有给它做正确的命名动作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命名呢？按一下，请把滑鼠移到这里来，按一下右键，然后我们这边选择重新命名此档案。好，这个时候请你这时候就可以档案了。好，我们可以选择 test01。好，这个时候不能直接按 OK 哦，这时候要心里有点像是要先打那个.com 的打，看一下.com 打暗一点，然后打 HTML， 这个非常重要哦，因为这个是它的副档名，如果没有打的话，这个档案是不会成功运作的。好，我们点选 OK。好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颜色已经变了，代表说这个它是已经有成功了。好，当我们新增一个资料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要另存新档。那各位可以看得到，这边有一个储存此档案，或者是你要当答案也可以。好，我们选择我们刚刚新建的资料夹，回到桌面，然后选择刚刚的1 2 3 4 5 5 6。好，这时候就可以存档。好，存完档之后，我们可以来去上传刚刚的东西。我们回到 FTP。好，这时候 FT 1 2 3 5 5 6就已经有这样的档案了。好，我们也上传到找到我们的1 2 3 5 5 6。好，这个时候它是空的，我们只要按一下上传，点一下按右键上传。好的，它已经成功帮我们的资料上传上来了。这时候我们只要去我们的网站伺服器去看，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东西了。好，我们先示范一次。再记住，当我们要去看的时候，我们要先记住它的路径是什么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路径给记下来。可以按复制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去网络上。好，我们按 Enter。好，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 test01，点开它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成功上传了我们的东西了。好，这是我们刚刚所新增的一些内容。好，这样你学会了吗？好，我们这一集就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集见。